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怕孤独寂寞，只怕空虚失落。孤独寂寞是指处在没有朋友、没有伴侣，也很不热闹的环境。那空虚失落呢，是指内心很不踏实，生活也没有寄托了。即使身边有很多人很热闹，但心中还是觉得很迷惘、很无助，非常苦恼。这个叫做空虚失落了。孤独寂寞跟空虚失落听起来好像是差不多了，其实差别很大。孤独寂寞是侧重在没有人陪伴、缺少热闹的这种感受了。例如呢，一个人自己吃饭，一个人去旅行，或生活中呢缺少跟别人的互动，而觉得冷冷清清呢，那这个是孤独寂寞了。那空虚失落是侧重在心理上没有依靠，生活没有目标，跟人生活的没有意义的那种感受啊。例如了身边虽然有很多朋友了，但内心总是感觉很不充实，很空洞，人生找不到什么价值感跟方向感，那这样就会造成空虚失落。简单讲孤独寂寞是身边没有人陪伴的那一种缺乏的缺了。空虚失落是心理上没有主宰，心灵很空虚，强调的是内心的空。佛法告诉我们不怕孤独寂寞，外境的孤独孤单都不可怕，只要心中有法有愿那人生就不会空虚失落了。虽然我们的主题讲说不怕孤独寂寞，话虽然这么讲了然而如果孤独寂寞拖久了呢，也很可能会感觉没有人需要我，好像人生没有什么价值那这样就很可能会陷入忧郁，那这个也是要注意有研究指出长期的孤独寂寞，而还一直找不到心中的主宰那这样也会造成免疫力下降也会比较容易生病那要康复呢也比较慢，更可能造成高血压提高心脏病的发生率那修行者或者高僧大德呢，他们虽然也是会孤独寂寞但他们的情况跟我们凡夫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要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而没有离开人群所以虽然他们也会感觉孤独寂寞但是那是心的独处而已他的身还是处在人群中那这个情况跟一般凡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以一般人来讲孤独寂寞都会有以上所讲的这些问题的，那空虚失落当然是更严重空虚跟失落如果长期存在，那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后遗症例如焦虑跟忧郁的觉得生命刚刚讲生命没有价值的那慢慢的就会陷入忧郁也会自我否定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没有信心那有时为了要填补这种内心的空虚他也有可能沉迷在购物啦、打电动啦、酒精毒品啦，甚至寻找感情的依附等等这些人因为害怕空虚跟失落而会过度依赖别人造成人际关系不是很健康心灵空虚的人呢，做起事来会提不起劲连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呢，看起来都会有体无魂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空虚跟失落的后遗症台湾的国宝级雕塑大师朱铭在家亲生这以前的享年85岁了。那大家很震惊这么一位有成就的又是国际级的艺术家，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媒体就说了他是久病缠身而厌世了但是久病缠身的人很多他们还是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要努力活下去那为何大师会走上这条路呢？那就有一位了解朱铭的艺术界的前辈呢，他有感而发的说再怎么顶尖的艺术家或者艺人也好名人也好也还是凡夫
那既然是凡夫，都需要别人适时的鼓励跟安慰了，因为这就是人性嘛。尤其顶尖的有成就的人呢，他更是处在高处不胜寒呐，很容易就变成孤家寡人呢。因此，心灵难免会有孤独跟寂寞的时候啊。那如果著名大师能够适时得到旁边的人的鼓励跟安慰啊，那心灵上啊，可能不会恶化成为空虚跟失落，而走上绝路啊。名作家琼瑶也是这样的情形啊，晚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啊，虽然旁边朋友很多啦，但还是会感觉空虚跟失落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面对孤独跟寂寞，将来才不会孤独寂寞。因为我们跟另一半呢，早晚有一天一个会先走了。孤独跟寂寞如果没有得到适时的疏通跟抚慰的，那继续恶化下去呢，就成为空虚跟失落。那这个就是忧郁症的前兆了哈。刚刚有讲嘛，久病不愈的病苦虽然会让人受尽折磨啊，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心灵崩溃，对活下去没有信心的。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道防线呢，防线被摧毁了，就会走上绝路啊，变成会自我封闭啊。这个时候求死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这个受业力的牵引的，谁来都挡不住啊。我们举例来说了哈，好比是一个热闹的却没有书的图书馆里面即使有很多人很热闹，但我们心理上一定会觉得，这个图书馆里面该有的书都不在啊，那人再多也无法填满图书馆的空洞啊，是吗？去图书馆就是要看书啊，里面如果没有书，那去干什么？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了：孤独寂寞比较不可怕，只要心中有佛，心中有法，心就不会空了。而空虚失落最可怕，即使处在热闹之中啊，心还是空啊。其实说起来呢，孤独跟寂寞是修行人的本质因为修行本身就是一条逆流的路啊。凡夫不甘寂寞啊，穷其一生都在追求外在的热闹跟名闻利养，以及功名利禄。而修行人他选择的是什么？向内反观呢，淡泊外缘也就是外在的镜像他看得很淡。套一句俗话来说了，房子都不去计较了，怎么会去计较里面那个马桶呢？道理是如此嘛所以修行这条路注定要跟世俗的价值观呢是背道而驰因此必须承受孤独跟寂寞，不但不怕孤独寂寞，还要把它当成一种享受这个就是心中有寂静，人生不寂寞的道理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这种意境。德不孤必有邻讲的是什么？外表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孤独寂寞，但他是有德之人有修旁边都是龙天护法护佑着心中有法也有主宰，什么事呢自己都做得了主碰到什么事情他都老神在在，不会惊慌失措彷徨无助，他不会这样子这个就是必有邻那都有邻了怎么会孤独呢不过要注意一点孤独寂寞不等于是空虚失落孤独寂寞是一种境界，是修行过程中必须有的经历它能帮助人呢独处跟沉淀有些修行人他会闭关一段时间这个也是修行的功课不过菩萨道讲的是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强调不能离开人群的。正言上人自认为每天都在闭关就是这种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心境空虚失落则是忧郁症的本质，是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价值感的那种心境修行路上虽然也会感到孤独但因为心中有正法，心中有妙法所以他的心灵很充实，因此不会空虚跟失落。总而言之
既然孤独寂寞是修行人的本质啊，那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就要勇于独立，不依赖人群的热闹来支撑自己，那当作寄托啦。因此他是默忍则安呐，而且能够安忍不动啊，能够忍一时而争千秋啊，能百忍成金啊。也因此他不会小不忍而乱大谋啊，能这样才能够跟自己的心相处，进而跟真理相应，也才能够当众生的靠山呢。其实这就是佛陀所讲的知一止、法一止、莫一止的道理了。这句话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讲了好几次了，太重要了啦，因为放诸四海皆准了。那这一句的经文提醒我们呢，要靠自信佛，靠真实法，不要靠邪魔外道，也不要靠怪力乱神跟谈玄说妙。心灯是靠自己点，不是跑去寺庙里面靠别人点的，是向内点，不是向外点的。念珠念到珠子闪闪发光啊，但心中常常是暗淡无光啊。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有时间独处、沉淀跟静思啊，这样才能够找出我们心灵可以成长的空间呢。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群聚，都不会受到别人的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呢。这个就是独处的功夫了不起。然而身的独处容易，心的独处不易啊。身体要静下来很容易，但是心灵要静下来，这个就不容易。晚上回家，家人都睡了，剩下我们自己一个人，这个就是身的独处了嘛，这个容易啊。但是心要独处，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心的独处是强调什么？在动荡的情境中啊，还能保持动中修静，乱中生定啊。那这个功夫就要在人群中经过千锤百炼才有办法啊。所以才说修行不能离开人群啊。一旦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啦。那心的独处也是在强调心的远离跟舍离啦，也就是离境跟离相啊。这个离境就是什么？对境不起心啊，不跟顺逆的境界呢沾染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能随境而安呢，能平常心看待，这个叫做离境啊。那离相呢，是指在处理这个人事问题的时候呢，不执着人相跟事相，也就是不会因人或因事乱了心。那这个能做到的话呢，再慢慢提升到《金刚经》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大菩萨了啦。身的独处是有形嘛，心的独处是无形的。身的独处是有为，心是看得见的啦。那心的独处是无为，是看不见的。身的独处是果，心的独处是因。心如果是不甘寂寞，就很容易造成心灵的空虚跟孤单了。那身的独处跟心的独处同样重要啊，需相辅相成，不落两边呢，依中道而行，叫做中道实相啊，也就是中庸之道啦。那有一个观念呢，我们要很清楚，心要独处的意思，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或隐居起来或不跟人群互动不是这样，而是跟大家群聚的时候呢，即使环境非常的复杂，我们还是能够保持心宽念纯，不会因别人的喜怒哀乐而心被影响心还是处在独处而不受外境纷扰的状态中心还是处在平静跟宁静的安详之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身处嘈杂的人群中心在宁静的山泽里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处事无心的境界了这样才是真正的独处。然而佛陀却说处事无心难因为凡夫很容易心随境转嘛，可见这种功夫的养成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佛陀把它放在人有20难里面的第10难处事无心难因此
当我们的心处在混沌不清或彷徨失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感到孤独跟寂寞，内心也很容易呢不安稳、不安定。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心诊断好的话呢，而让这个孤独寂寞恶化下去呢，那就会把我们推向空虚跟失落的境地之中啊。那这样就代志就大条啦。讲是讲说不怕孤独寂寞，如果没有及时靠佛法来自点心灯啊，自转心轮啊，那这样这个孤独寂寞久了，有可能恶化成为空虚跟失落。因此面对孤独寂寞也是要谨慎的处理哦。那底线就是什么？不能让它变成空虚跟失落了。因此生活要过得清安自在，就要学习面对孤独跟寂寞，不但接受它，还要享受它。白天事情忙完了，晚上就要懂得让绚烂归于平淡，去享受一个人的独处跟寂寞。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就是这样的意境嘛。生命中啊，有些人是潇洒走一回啊，有些人是冤枉走一回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人若精彩，天自安排啊。”那这个精彩不是指说吃喝玩乐啊、游山玩水啊，不是享受人生哦，而是感受人生啊。享受人生不能说不对或不好了哈，而是享受之余也不要去忘了，也要有所感受啊。能感受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幸福快乐，如果不是建立在继续造福之上啊，那很可能会福尽悲来啊，乐极生悲啊。那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嘛。刚刚讲人若精彩啊，这个精彩指的是什么？忙得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啊，是身忙心不忙啊，身动心不动，身累心不累啊。看似孤独寂寞，但不会空虚失落，因为他是德不孤必有邻嘛。所以这样子的人生叫做精彩，也才是潇洒走一回了。相反的，只会享福却不会造福，甚至忙着消福折福，只会忙着赚钱，但没有智慧用钱，把辛苦赚来的钱拿去跟医生分呢。虽然忙忙碌碌过日子，却也庸庸碌碌过一生啊，走了很多冤枉路啊。回首当年的空忙一场啊，这个就是冤枉走一回了。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说，心中没有法的人，心里会很空虚。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觉得很孤独寂寞啦。然而佛陀却告诉我们宇宙之大，大而无外啊，小而无内啊，何来的孤寂呢？人若心中无正法跟正念那心灵就很容易陷入这个孤陋贫穷。那一旦这个孤陋贫穷产生了，那就会耐不住寂寞。刚刚讲的这个身的独处跟心的独处，也是要双轨并行的。同理这个独处跟群聚也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动跟静都要搭配得宜啊。因此，群聚跟独处也好啦，或者自度度他也好啦，那身动心静，动中修静，这个才是大定。同理自度非物自度度他方是真物。如果曲解他的意思避开世事啦，逃避现实，离开人群啦，自圆其说是眼不见为净，或者把独处当作说，我是明哲保身这样就错解如来真实意了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的这个不怕孤独寂寞，只怕空虚失落，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